蒋雨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蒋雨薇，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不要拦我！你今天要想离开，先从我身上要去。老头，你要是想躺着，你就躺着吧。我可说清楚了，这婚约不取消是不会回来的。什么年头了还玩这套？蒋雨薇，你走你就别回来。这老头真难为人，这是真打算饿死我啊！不就是找份工作吗？有什么难的？包吃包住。啊！你怎么开车的？有病啊你！你才有病吧！撞了人就跑，你这叫肇事逃逸！来，你看，给钱。你这身不会都讹人讹来的吧？这车也差点意思。赶紧给钱。行，罗仁京，拿着钱快点去医院看吧，去晚了伤就痊愈了。38，你耍谁呢你？哎呀，大早上烦不烦？谁呀？怎么是你啊？不就一点小擦伤吗？至于这么穷追不舍？我是来应聘的。你走错地方了。不可能，这就是陆先生家，对吧？嗯。他究竟是吃什么长大的？怎么这么重？这女的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你喘不动气了。那个你好，我是陆一凡。江雨薇。哦，我昨天给你介绍过助理的工作，但是没有跟你说，我的工作室就是我家。如果江小姐介意的话，就另请高明吧。咦，算了算了。看来韩舍还是留不住江小姐。我留。在本小姐的3寸不烂之舌下，终于换来了可以住在这里的权利。虽然房间不怎么大，但是今天晚上终于可以睡床了。你别叫啊！别叫，是我。流血了。陆一凡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哎呀，头好疼啊，我的脸也好疼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以为家里进小偷了。江雨薇，你试用期无条件被开除了。对不起，陆先生，陆老板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现在立马给我收拾东西，赶紧滚蛋！不要怕，有我在，没人。小伙子，我看你长得也是人模人样的，怎么净欺负人小姑娘？干什么你？你放开我！我都看见了，分明是你入室行窃，于心不轨。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小偷，我是她男朋友，不信你问她。姑娘，她说的是真的？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你离开我的，对吧？对呀，刚才是我太黑了，没看清楚，是我男朋友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都怪你吓唬我。哎呀，你们应该早说嘛！既然是个误会，那我就先走了啊，不打扰你们。麻烦你了。这下你不会赶走我了吧？小伙子，看你女朋友吓得不轻，赶紧哄哄啊！姑娘，以后有事就叫哥啊，没问题。答应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你们年轻人爱玩刺激的，但不能仗着身体好就乱来呀，要节制。不，李医生，你误会了，你听我解释啊。
先看这些吧，姑娘，把这个去厨房炖了。好。可以啊，兄弟，终于知道把姑娘往家里带了。我这有个特别好的方子，要不试试？不是，专治你们年轻人腰不好。不是，李医生，我们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试试嘛，让你小女朋友已经炖上了。别走。你干嘛？我不许乱来！想什么呢？你把我搞成这样，帮我上个药，不过分吧？快点，快点儿！烦死了！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儿子，这么晚还不睡觉，干什么呢？轻点。对不起。妈，你早点睡吧，我要睡觉了。没有女人生的。药我上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没有。那和我结婚吧。谁要和你结婚啊？我签的只是在你这打工，又不是在你这卖身。你误会了，我说的是假结婚，协议结婚，懂吗？为了骗我爸妈的。嗨，假的呀？那你同意了？那也不同意。你先别着急拒绝啊，和我结婚是有好处的。我除了每个月给你工资以外，再多给你2万块零花钱，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。你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啊，大力，你上次不是跟我借了5万块钱吗？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啊？哎呀，快别提了，我这创业小公司本来就难，最近更是周转不开，我还打算再跟你借点钱呢。哎，怎么，你爸不给你钱了？没有，我这就出那么一点小事，你有了钱再还就行了。好，拜拜。我这猫打了13个电话，1分钱都没要回来。哎呀，还有3天就要还信用卡了，怎么办呀？我除了每个月给你工资以外，再多给你2万块零花钱，给你1晚上时间考虑。不就是假结婚吗？谁怕谁啊？这有什么拍的？你不懂，这可是我第1次结婚，怎么着也得留个纪念吧。行，那你接着拍，我去取车了，你在这等我。江雨薇，世界真小啊，在这儿都能碰见。他是我的大学同学，之前跟你提到过，就是高中跟我竞选班长落选的那个。就是他呀，江雨薇是吧？长得还挺漂亮，有没有男朋友呀？没有的话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呀。一般人他可看不上，估计这辈子又要孤独终老了吧？我可不像你一样饥不择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给我说清楚了！别动我！我就动你！哎，你又是谁呀？多管闲事是吧？把手给我松开！我是江雨薇的老公，你欺负她就等于在欺负我，懂吗？老婆，等久了，刚路过一家花店给你买的，喜欢吗？哦，你结婚了？对啊，刚领了证，还热乎着呢。我们不跟这种野蛮人一般见识，我们走。这就是你前男友啊？说什么呢？怎么会看上那种货色？不过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花多少钱？我转给你吧。没花钱，垃圾桶旁边捡的。怎么啦？小陆啊，又伤到腰了。上次让你听我的，不就没这么多事儿了吗？李医生，你要不把方子给我呗，我去给他买几副。江雨薇，你喂，妈。雨薇，来拿着。就一袋蘑菇呀，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呢，这么急。什么叫一袋蘑菇？这些牛肝菌可是我托人专门空运回来的，你回家炒炒就能吃，营养又健康。再说了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肯定天天点外卖，正好趁这个机会锻炼锻炼厨艺。知道了。蒋雨薇，快走快走！蒋雨薇，你给我站住！哎，有种你就别回来！哎呀，
这啥呀？蘑菇我不爱吃蘑菇。是要给你吃啦，这是我妈给我买的，说是什么营养美味，好吃不贵。啊，我正好饿了，去给我做饭吧。你让我去给你做饭？我合同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，助理要给老板做饭的。不可能，不知道。你该不会做饭吧？那我可要考虑重新招个新助理了。谁说我不会做饭了？不就是做的蘑菇吗？我现在就去给你做，你给我等着。江宇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小心滑的。我看看，还好，不是。那个，我来做吧，你去歇着。我给你打下手吧。也行。这就是你会做饭？当然了，不懂，这叫创意菜。虽然卖相看着一般，但是味道真的超级好。你干嘛？我吃你的。嗯？确实还行。是吧？是不是地震了？李凡，我现在房子没了，家也塌了，我每天在这里流浪街头。哎呀，你别哭了，人活着就是要有希望。我们现在正当务之急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体力。你在这待着，我去找点吃的。哎呦，我也去。你说刚才食物的味道就是从这传出来的，我进去偷，你在这放哨啊。好。漂亮姐姐，你吃烤肠吗？姐姐不吃烤肠。你吃吧。刚刚地震了，补给还没给到呢。能吃的时候你多吃点。你是祖国的漂亮花朵，姐姐不能跟祖国的花朵抢东西吃。宝宝，快走，这个姐姐是神经病。说谁神经病呢？没礼貌。快来人呐！抓小偷！快跑！有人偷东西！快跑！你俩要把东西还给我，我就不追究你俩责任了。哎，你们这大半夜的乱跑什么呢？怎么又是你们俩？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啊！陆一凡。没错，是这些。谢谢保安大哥。你说你们两个小年轻啊，有手有脚，长得还人模人样的，学什么不好，非得学小偷啊？这是哪儿？是一家房间吗？你要去哪儿啊，江宇文？早安，陆一凡。你们醒了啊？还好你们昨晚没跑远，被保安送回来的。睡觉好多了吧？你们小两口真不让人省心呢。没炒熟的蘑菇也敢吃，以后做饭可要注意了啊！一些蘑菇没做熟，可是会出现幻觉的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咱还是出去吃吧。
一趟大家都看我们，这一晚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了。你也知道丢人啊！要不是你的蘑菇没炒熟，我们能成为全小区笑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嘛。可是我真不知道那蘑菇是没炒熟的呀。没事儿，只不过你这个月奖金没了。为什么？我们是签过合同的，不是你说反悔就能反悔的。那你自己再看看附加条款。陆一凡，谁啊？一凡，是我。谁呀？我妈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小区昨天晚上闹的那个事儿。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它治安好，真没想到还是让这小偷钻了进来。那是意外，意外。什么声音啊？那房间不一直都是空的吗？啊，没声音啊，我没听到啊。不可能，一定是小偷。他小偷偷我儿子家的。不，妈，那，哎，人去哪儿？哎，小凡啊，你刚才说什么呀？妈，那个我其实已经结婚了，昨天领的证，别再逼我跟那个谁结婚了。哎，你个小兔崽子啊！偷偷就领证，妈，疼，翅膀长硬了是吧？啊！我从小到大都是听您的，这件事能不能让我自己做主啊？那你是真的喜欢他，不是意气用事？我发誓，我是真的喜欢他。你跟这个小张啊，真的是有缘无分了。抽个时间把他带回家来，让我跟你爸看一看。但首先说明啊，如果我跟你爸这一关过不了，这个儿媳妇儿我可不认啊。没问题。他总算是走了。给你说个东西，我们要出去一趟。我们去哪儿？见家长。你今天的任务就是把我的个人资料背完。这什么呀？全是优点，没有缺点吗？不能恶心我一个人吧？哼！到时候你要是你妈问起来关于我的问题，你一个都答不上来，那不露馅了吗？去给你写我的信。那，你还会韩语啊？那当然，我以前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“안녕하세요，저는 강입니다，저는 반갑습니다”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连小学写小红花这种东西，你都得写在上面。小红花怎么啦？我年年都当小红花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不想背算了，到时候你妈问起来，我就帮不了你喽。对。好啊。哎呀，你的面看起来好不错，能让我吃一口吗？吃你的炸鸡去，吃我给自己做的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吃一口吧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。喂，妈。啊！奶奶生病了。奶奶。看来你奶奶不在家里啊。小凡，奶奶，你哪不舒服呀？我妈给我打完电话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我没生病，要不是我撒个谎，你还指不定啥时候回来呢。哎呀，奶奶，你想我就直接给我打电话吧，你也不要老说这种话，不吉利。好，我保证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哎，这姑娘谁呀？奶奶你好。奶奶，这是我老婆江雨薇。小江一看就是好姑娘，今天在奶奶家吃饭啊。行，你们先坐下，坐下。哎呦，你说我老糊涂了，忘买酱油了。小凡，你下楼去买一瓶。行，好嘞，奶奶。我也去。看不出来呀，你原来还有这么听话的一面呢。因为我小时候我妈老揍我，都是我奶奶护着我。那你
真乖呀！你别摸我头发，被你都弄乱了。就摸，啊！我就摸，就打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奶奶还等着呢。奶奶，我们回来了。快坐。我爸妈呢？他们刚走，要不是他们说啊，想让你跟个不认识的姑娘结婚，我压根儿都不知道这事儿。我发现他妈比我还糊涂，都什么年代了，还想搞什么包办婚姻那一套。就是啊，果然奶奶跟我是一条战线。就你小子嘴甜，你放心，我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不会影响你们的生活，你们啊就好好过日子，争取啊早点让我抱上大重孙子。奶奶，这事儿还不着急。对，盯着菜看好久了，咱们吃饭吧。好嘞，那咱们先吃饭。小凡啊，你们一会儿吃完饭就别走了，在奶奶这儿住吧。我把床都铺好了，一会儿吃完饭啊，你看看满不满意？吃饭，吃。陆一凡，我们要不还是回去睡吧？不行，如果我们回去了，奶奶肯定会不舒服的。你先去洗澡吧，我来收拾。哎呀，难道今天晚上真的要和陆一凡睡一个房间吗？马上就好了。江雨薇，别怕，眼睛一闭就过去了。江雨薇，你好了没有？江雨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不小心摔了。我扶你吧。不许看！江雨薇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我俩是假扮夫妻，那就没有必要都在一张床上睡吧。你睡地铺，反正奶奶也不会知道。那也应该你睡地上，我睡床上。凭什么？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下来！我小凡、雨薇，你们睡着了吗？没睡呢，奶奶。你进来吧。我刚刚没打扰到你们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把这碗汤喝了，补身体的。我的。奶奶，还有别的事吗？没有了，你们继续啊。奶奶晚安。哎。今天这床，要不咱俩一人一半，要不你给我睡地下。那就一人一半呗。不，但是这条线不许超过。你还怕我对你做什么呀？放心吧，我对你没兴趣。没兴趣最好。从小到大，我有许多心愿。不想洗澡，不用睡觉，不想学习数学。突然有天人病爆发，愿望都被实现。江雨薇，我想。你没事吧，陆一凡？你谋杀亲夫啊你！我不是故意的。怪不得刚刚好端端在叫我补身体。哎，你别去，要是让奶奶知道了怎么办？那也比被你踹死好。我刚才不是故意的，你别介意啊。难道真的喜欢上他了？哎呀，不可能！雨薇呀，昨晚睡得咋样？好，特别好，奶奶。那就好。陆一凡呢？他一早就出去忙工作了。你呀，快点吃饭，一会儿咱俩去趟超市买点菜，顺路啊再买个蛋糕。蛋糕？是要过生日了吗？小凡过生日啊？难道你忘了？我当然没忘。昨天他因为我在这儿将就了一晚上，一定很难受吧？奶奶，
家里有没有烤箱？有啊。那这样，我们一起给一凡做个蛋糕，怎么样？好。又给我做什么好吃的了？小凡，闭上眼睛。闭眼干嘛呀？让你闭你就闭，问那么多干嘛呀？睁开吧。生日快乐！切。我奶奶去。今天我心情好，想去哪儿？我送你。谢谢老公。这不是我们沈总吗？快来快来，那个座位专门给你留的。崇安，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的？雨薇呢？崇安早就跟江雨薇分手了，你不知道啊？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不好意思，崇安，我不知道这消息。不知者无罪嘛。李菲菲是吧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菲菲，你都未婚夫了，现在还在这儿害羞什么呢？崇安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菲菲肯定得巴结巴结。谈不上什么大老板，现在我是一个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嘿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大家以后有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我可都听见了啊！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我们刚才还聊你呢，快入座。我居然把他给忘了。爸，这是我男朋友沈崇安。叔叔好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就你家这条件，我们雨薇嫁过去是会吃苦的，我言尽于此啊！你们啊，就当普通朋友处吧。爸，叔叔，爸，没关系的。好久不见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差点忘了自己的身份。这酒啊，是刚从法国空运过来的，请你尝尝。哎呀，干嘛？都弄我身上了！对不起啊，雨薇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你赶紧去卫生间处理一下。谁让你碰他的？我知道你们为什么分手，现在我替你报仇了，不用谢。来，同志们，大家吃好喝好，今天所有的消费我买单。要不要我让助理送一套干净的衣服过来？不用了，谢谢。也是啊，江大小姐怎么能看得上我买的东西？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崇安。行吧，衣服在哪儿？我去换。助理把衣服放哪儿了？哦，他可能是放错房间了吧？那我们还是走吧，他们应该等着呢。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为了配得上你，我都是怎么过来的？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没有关系。不是像你爸一样嫌弃我是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那你证明给我看呀！放开！别打了，陆一凡！我叫你别打了，你让他走吧。他都这样对你了，你还让他走？你就这么贱吗？你就是这么想我的。我今天晚上晚点回来。哦。对不起啊，我替我朋友给你道个歉。没事，昨天其实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不过你那位朋友看起来好像对你有点其他的意思。哦，不是的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的关系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我这次回来是想跟你复合的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没关系，你不愿意
我也能理解，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在你心里肯定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。不是的，你给我点时间行吗？好，那我等你答复。嗯。扣一千。为什么？合同里写了，超过11点视为夜不归宿。差点忘了，我们是契约关系，解约吧。违约金我会付给你。好啊，反正我也受过你笨手笨脚，明天就去办离婚。哼。今天是周6啊，看来是约不成了。那也太可惜了，还以为今天就能享受自由生活，还得再和你纠缠几天。喂，崇安，你现在等着我啊，我马上过来。崇安，怎么好好的还发烧了？你吃药。我不想吃药，我只要你能陪在我的身边。雨薇，你考虑清楚了吗？要不要重新和我在一起？我愿意。太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太天真了。我在这个房间里面已经装了摄像头了，刚才你不要脸的一面，我全都拍下来了。不知道发给你爸看了，他会是怎么想？你混蛋！江雨薇，你敢打我？我的人你也敢碰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从哪儿进来的？江雨薇是我的老婆，已经领了证了那种。你敢对她这样，我就把你打进医院。你们两个合起伙来耍我是吧？江雨薇，你爸不是从一开始就找了这个小白脸吗？沈崇安，你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？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。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还不是拜你父亲所赐。从一开始就嫌弃我出身卑微，把我说的一无是处。分手之后，我就发誓，我一定活出个人样来。穷不是原罪，但是打着穷的旗号去堕落，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跟你计较，但你现在立刻给我把视频删了，否则我就叫警察叔叔过来一趟。我们走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就是爸要是不反对，我可能早就……但是呢，我没想到他怎么变成那样，是吧？我妈说的有道理，这男人不值得。哎，你干嘛？你要是想喝就自己买去，还给我，给我。Sunset fades away, streetlights start to blaze. 能不疼吗？你看地上那些酒瓶，都是你的战绩。就凭你今天解救于我危难之中呢，姐就罩着你了。我江雨薇呢，以后就认你这个老弟了。沈周安，你说沈周安为什么那么对我呀？我爸当年还说我，他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酒呢？魔镜，魔镜啊，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啊？是你，啊、是你，是你。哎呀！你要社死啊？能不能先把酒瓶捡起来？饿了？我想吃饭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哎呀，你不会把我赶出家门吧？哎呀！这家人也太多了吧？我们换一家吃吧。不，今天就吃这家。来，跟我走。
我们2楼满座了，你们在前台排下号吧。哦，我们是来找朋友的。他就是。好的，那您里面请啊。祝您2位用餐愉快。哎，兄弟，能拼个桌吗？我老婆她怀孕了，她就好这一口，但这一桌我们来买单，您通融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啊。我吃不了，吃饱了。酸儿辣女怀的是女儿吧？你猜的真准。疼！好困。江雨薇，你赶紧回屋洗澡去，你别睡到这儿，脏死了。江雨薇。若如初相见，若如初相恋，牵手相看真见共眠。此生亏欠千语万言，灵犀人间，微雨双眼。若是不相见，吴亦凡，我们这么多订单，画到天荒地老都画不完。但我工作室刚成立，没那么多情故人。我有办法。做一下自我介绍。我叫丽丽，已经有3年的模特经验。我的3围是84、61、90。我的特长嘛，如你所见，就是腿特长。你们好，我叫安娜，这是我的个人简历，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上面了。OK， 刚才那些小单子已经给大家交代过了，但是真正需要我们关心的，并不是那些，而是这个。我们工作室想要站稳脚跟，就看这次夏季服装新品发布会了。我希望大家在这3个月的时间里冲刺一把，就算你们最后离开了，也会成为你们履历上精彩的一页。没问题了吧？好的。陆亦凡，过来！梦绘世家新品发布会的这新品样稿图和我们的一模一样，还说是我们抄袭了他们的创意。混蛋，创意比不过我们，就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。我去找他们。等会儿，你现在去了只会被人家赶出大门。那难道我们就由他们肆意诽谤吗？这样，我先去调查一下，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。那不行，你自己去太危险。哎呦，我小时候可是跆拳道黑带呢。到时候我先去打听一下，你就在公司好好看一下安娜他们到底什么情况。我先去。那你去吧，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放心吧。发布会的事情干得不错，钱给他打了吗？已经打了，我们。问他有没有时间，老地方约他吃饭。好，去看看。谁啊？大白天的闹鬼了不成？大宝，你这淘气的猫。基本上老地方，不见不散。好嘞。喂，黄总有何贵干？我给你发一定位，帮我教育一个人，价钱好商量。好嘞。这个王德发不是去吃饭了吗？怎么感觉难道我被发现了？完了，
下来吧，一直跟着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王总，你们公司剽窃，我们工作室创意，你现在还义正言辞地问我干什么？你这招贼喊捉贼，玩的可真溜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喜欢你，来我公司上班吧，一定不会亏待你。我呸！我可不屑于蛇鼠一窝，我劝你啊，赶紧发布道歉声明吧，否则后果可是你无法想象的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我倒要看看是谁的后果更严重。出来吧，给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好嘞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这到处都是监控的，你们要是敢对我乱来，警察肯定不会放过你们。老大，这娘们儿居然以为警察能治得了我！别愣着了，赶紧完事收工。行。愣着干嘛？上车！没追上来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还不是怕某人惹祸，提前在你身上装了定位。那好吧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去梦幻世家，听到王德发跟一个人在通电话，说今天晚上要吃饭。咱们工作室有人今天提前下班吗？安娜，怎么是你？我要的东西呢？钱王总已经打到你的卡上了。我要的不是钱。那你要的是什么？这么着急啊？一会儿你好好陪陪我，视频里的东西我保证删得干干净净。怎么，王总可以，我就不行吗？没看出来呀，你还知道提前在他家装监听器，否则我们现在都可能找不到他。其实我早就发现安娜有点不太对劲，她眼神经常飘忽不定。上车，我们看看接下来要去做什么。可想死我了！我还没有洗澡。没事儿，完事了一起洗吧。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？谁来救救我？放开他！你们，我早就看你不爽了，居然敢干出剽窃别人公司创意的事！我现在就让你好好长长记性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错了！我给你一晚上的时间考虑，明天就给我去发道歉声明，否则我就把你强奸我公司员工的事情暴露出去，你明白吗？今晚就发，今晚就发，还不给我滚！东西还没给我。所有的视频都在这里了。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？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们实话实说了。我毕业之后就入职了梦幻世家，当了设计师助理。本来以为前途会一片光明，结果在一次会后，他开始对我动手动脚，并拍下了大量视频威胁我。我一气之下辞了职，找到了你们。本来以为一切都过去了，但是你没想到，那个混蛋会拿你删掉视频威胁你，所以你就把我们的心血给了他。我可以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，为你们作证。我和王德发的聊天记录都在我手机里，我没有删。你现在不能站出来，错的根源明明在王德发身上，你凭什么先站出来？你要是现在站出来，就成了众矢之的了。那些网友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一出问题就只会怪罪在女孩子穿着上，根本就不会去怪罪那些施暴者。
可是我不站出来的话，工作室怎么办啊？你知道王德发还欺负过公司里其他女生吗？我知道啊，可那又怎么了？我有办法。这次标题一定给我好好写，写好了这个月工资翻。都明天送你们一份大礼。陆一凡，我今天去找的那些女孩都愿意帮我们去出庭作证了。哦，干嘛不开心啊？你自己看吧，现在网上都是这个新闻。王德发那个混蛋，颠倒黑白，扭曲事实，非说我们是为了抄袭，抄袭不成才打他的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就能把那些证据全给他抖了出去。没用。你看，哎，张女士，抱歉啊，我可能不能出面作证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刚才不是说好了，给林女士打。哎呀，别打了，他们不会去的。王德发昨天不仅发了我打他的照片，还发了安娜的视频，在网上说安娜是为了剽窃他们公司的创意，故意去勾引他的。现在所有人都在同情他，把安娜和我们工作室骂得很难听。安娜，你没事吧？我手里有关键性的证据，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我们照样开。我们这次所有的选手都已经参赛完毕，不知道谁会是这次夏季新品发布会的大赢家呢？慢着，我们的衣服还没展示呢。你们居然还有脸来参加比赛？小秘书，组委会并没有取消我们的参赛资格，我们凭什么不能参加？至于这次抄袭事件服装展演结束后，相信大家自然会有分析。怎么回事？抄袭事件听说了吗？有，这一定有内幕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从一开始就是他们设计的骗局？不可能，我才是赢家。我身边这位就是视频的女主角。接下来，我们把舞台交给她。视频是真的，但是是经过剪辑的，声音也是 AI 合成的。其实，我也找过很多和我一样的受害者，但是因为种种原因，他们今天没法来到现场。不过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。你要是不把东西拿给我，我就把你之前的视频放到网上去。你这是造谣欺诈！王德发才是那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，大家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张小姐，你闹什么？昨天就是王德发让他跟我说，要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名分，结果今天就有人到公司说是他的老婆，你们居然敢骗我！早知道你们是这么个东西，我才不会听信你们的甜言蜜语，去偷取公司的样稿给你们。你说的属实吗？我说的句句属实。王德发不仅剽窃过星宇工作室一家的样稿，包括之前明世、君威等等工作室，都是他们用强奸员工的方式逼迫他们去完成的。干杯！干杯！真是太解气了！那个王德发做梦都没想到他会端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但我们还应该好好感谢他，要不是他把我们推到风口浪尖，也没有人会知道我们工作室啊。而且这个炮弹一发出去，我们就爆单了。那咱就好好感谢他呗。我明天就去买画卷，挂在他们公司门口。你可真损啊，雨薇！陆总，雨薇，我决定要辞职了。这次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我们公司可能早就完了。你留下来，安娜。是啊，安娜，你的设计天赋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。如果你真的心里过意不去的话，那就多设计一些好的作品来补上吧。对啊，留下来。好，既然大家都不嫌弃我，那我就留下来。好。吃啥了那么沉啊？小伙子，刚结婚没多久吧？啊，想当初我也是对我媳妇这么好，但是吧，年纪大了，太肉麻就不让我碰了。哎呀，还是年轻好啊！陆总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
还说没事啊？我问你个事儿，怎么样才能确定一个女孩喜不喜欢你？这还用问吗？你直接找个异性去试探她就好了。哦。哎呀，这个杯子好难拧啊！陆总，你帮我拧一下。好，我给你拧。给。哎，谢谢陆总。哎，陆总，你尝尝我做的寿司，我亲手给你做的，特别好吃。你手艺可真不错啊！什么寿司啊？可能是因为咱俩太熟了，余威更不会往那方面想。要不然你还是换个人吧。这儿就是你跟我说喝酒最好的地方。你快尝尝，这真的很好吃。说吧，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我结婚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3个月前。他出轨了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就你出轨。都不是，我们是协议结婚，为了骗我爸妈的。你不会对人家动心了吧？但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啊，所以想请你帮个忙。没问题，但是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一言为定。陆亦凡，给我倒杯牛奶。你就是江雨薇吧？你是？你好，我是陆亦凡的前女友乔安。你好，我是他的。我知道，协议夫妻对吧？乔安，我们该走了。我们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啊，我没什么好在意的，反正我不也只是跟他是协议夫妻吗？到底聊什么聊这么开心？哎，你怎么开车的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婶儿，我就倒个车，没撞到你吧？叫谁大婶儿你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刚才捂得太严实了，我实在没看清。行吧。哎，为了赔礼道歉，我请你吃饭吧。不用。那我请你喝酒吧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烦死了。哎，你东西掉了。啊，我手机呢？这个是我的手机号，以后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啊，这点小把戏还是用别人身上吧。有意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哟，乔安，这才没几年就升到副总的位置了，果然是女强人。你就别调侃我了。实不相瞒，这次找你呢，是公司想找你合作。你夏季新品发布会的设计被我们顶头上司看到了，他想找你出一个国潮系列。国潮其实挺火的，等我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尽快给你第一版样图。可以哦。江雨薇，没在家吗？江雨薇，你回来了。你为什么不开灯啊？我刚才睡着了就没开。没吃饭啊？那你给我也煮一包吧。啊？忙了一天，一口东西都没吃，我先去洗个澡啊。吃。陆总，你的面好了，吃吧。你该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我怎么可能干成那种事情啊？面都坨了，快吃吧。你放多少辣椒啊？我平时就是放这么多的。水。你竟然敢谋害我！哎呀！你怎么了？快叫李医生！
你怎么给他吃这么多辣椒？小鹿有急性肠胃炎，你不知道吗？对不起。喂，啊，我是，啊，怎么关机了？刚才那个声音怎么那么耳熟？谁？江雨薇，啊？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休息吧。该不会是鬼混去了吧？不管了，得去睡一觉了。好困，还得给陆亦凡熬药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臭流氓，冲到我家里来！你说什么？我不是小偷，我是陆亦凡亲弟弟。陆亦凡的亲弟弟，我怎么从来都没听他说过？我是最近刚从国外回来。哎，我看你好眼熟啊！你是那个昨天抢我手机的那个吧？哦，原来是你啊，小姐姐，你这黑眼圈好重啊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你刚才说这是你家？等以后有时间了我再给你解释。我去给陆亦凡熬药去。哎，我哥怎么了？他就是肠胃炎犯了。那，哥，你好惨啊！这下你又什么也吃不了了。你再笑，我把你赶回国外啊！哎，好了，哥，不开玩笑了。哎，你不介绍一下旁边这位美丽善良的小姐是谁吗？她是你嫂子。你说什么？你什么时候结婚的？家里没一个人告诉我。不是你想的那种，我们不是真结婚，契约婚姻，你懂吗？哥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们是协议夫妻，如果对方有了喜欢的人呢，可以随时离开。太好了，你好，我叫陆佳琪，你叫什么？我叫江雨薇。我决定从今天开始追求。啊？我是你嫂子。那不都是假的吗？难道你有喜欢的人了？那倒没。那就不妨碍我追你嘛。那就给你个机会呗。哎，雨薇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那我想吃韭菜鸡蛋馅的饺子。没问题。哇，没想到你还真的会包饺子啊，包的这么好看。这些啊不算什么的，我在国外都是自己一个人做饭的。改天啊，我给你露一手我的拿手菜啊。行啊，哇，不就是包饺子吗？搞得跟谁不会似的。开始。好了，比赛时间到了。雨薇，你看我们谁包的好看？你包的确实挺好看的，但是我觉得陆亦凡的好像更好看一点。哼，别动，别动！行，跟上，跟上。跟上。哎，这。江雨薇，1个小时内把工程资料给我。那个不是明天才交的吧？这个月工资你还想不想要了？要，工资得要。哥，那我先走了啊，明天再来。拜拜，雨薇。走，慢走不送。令帅哥是新来的同事吗？那是我亲弟弟。来，账号。你不如直接跟他表白算了。忙着呢。啊，有啥事儿吗？那个我点这儿。我们周末去团建吧，你挑个地方。行，去呗。你去哪儿？看你挑啥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了。耶！哎呀，不就表个白吗？陆亦凡怎么这么怂啊？
陆佳琪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，5杀耶！哎呀，拜托，我喜欢的可是温柔贴心的那种大帅哥。至于你哥嘛，除了长得有点帅，其他的根本不沾边儿。你就因为这个一晚上没睡？这样吧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下次团建的时候呢，我和安娜组织个游戏，在做游戏的时候，你俩分到一个组，我保证你可以确定他的心意。尊都假都。雨薇，柴火不够了，咱们俩再去添点柴火吧。好，行，那走吧。哥，雨薇呢？你怎么来了？乔安姐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哎，不好了，雨薇不见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就去回头捡了个柴火，她就不见了。江雨薇，雨薇，江雨薇，雨薇，江雨薇，江雨薇，江雨薇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？你跑哪儿去了？对不起嘛，可是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一只小白兔，我就追上去了。可是我追2步，发现迷路了。随便。啊，你怎么？你起开吧，烦死了！光吃多没意思啊，玩点游戏吧。好啊。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吧。用这个瓶子，瓶口先转到谁，谁就先开始。我啊，那我还是选真心话吧。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我没有。那我来转。我有喜欢的人，那就是你。哎，我可不喜欢你啊，可别喜欢我。没关系，我对自己有信心。算了，今天晚上的帐篷怎么分？我要和雨薇一起睡。哎，我不跟你睡，你离我远点儿。哥，要不晚上咱俩一起睡？我帐篷小，睡不下2个人。都不跟我睡是吧？那我就自己睡。没想到我们俩睡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你要不先睡吧，我出去转转。陆一帆喜欢你啊？真的，其实你稍微观察一下，你就会发现他对你和对其他人不一样的。有吗？之前之所以介绍我是他前女友的身份，也是他拜托我试探你的。你呢？对他什么感觉？我啊，不知道，你就别问我了。我要睡觉了。你们都收拾好了吗？我们该走了。我好了。江雨薇，江雨薇，醒醒！江雨薇，江雨薇，不会发烧了吧？这个笨蛋，昨天晚上被风吹到了。这个笨蛋，快让开！江雨薇生病了，我要送她回家。啊，好。江雨薇，你这么大的人了，发烧不知道跟别人说啊？李医生跟我说，再晚一点就成肺炎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我生病了，你还凶我？好好好，不凶了，不凶了，不凶了啊！乔安昨天跟我说你喜欢我，是真的吗？如果你不喜欢我，我们还按以前那样相处啊。驶上明天的电车，有位特别的乘客，他路过四季景色，把春天给了我。我留着每瓣花朵，守着思念的河，期盼了。陆一凡，陆一凡，我要吃苹果。啊！你们俩秀恩爱能不能避开着点我啊？简直闪瞎了我的钛合金狗眼了。
喂，妈。啊，妈，我爸呢？他怎么回事？怎么不带他去医院啊？我没事。要不这么骗你，你是不打算回这个家了？妈，你竟然和爸联合起来骗我！是我逼你妈做的，要怪就怪我。爸，我真的不想跟面都没见过的人结婚，你们就别再逼我了。这次叫你回来，不是逼你结婚的。其实你走了之后，你妈和我说了很多次，我也想通了。真的？所以帮你安排了个相亲。相亲？你不用取悦我。我？取悦你？对啊，女性撩头发难道不是一种性暗示吗？其实按照我的条件，像你这种人的话，我应该是看不上。不过我答应了，我给我爸个面子，所以我就来了。那你说说看，你什么条件啊？哎，我可是作家。作家呀？那你每个月收入有多少？写作这种东西是多么神圣的事情，它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呢？俗不可耐。你每个月收入多少啊？3、5万呗，没多少。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可取之处的。我希望我们结婚以后啊，你可以生2个孩子，家务呢最好还是你来做。兄弟，你是到这来给你找生孩子的保姆了是吧？谁呀你？我是她老公，名正言顺领了证的那种。好啊，你们合起伙来耍我，我这就回家告诉我爸去。咖啡我只喝了1口，东西点了还没上，所以价钱你们来付，再也不见。不见就不见。江有为，你爸是给你找的什么极品啊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不见他，我爸一哭二闹三上吊的，谁管得了他？那我跟你回家坦白吧。哎，那不行，坦白了，我肯定这个腿都没了。行行行，知道了啊。这版不错，就订这个吧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还得给我们家雨薇做饭呢。哟，这就秀恩爱呀？但是你还不能走，有个人想见你。谁呀？陆总，想见你的人是我。我来介绍一下吧，这位是蓝雪儿，这次国潮系列的合作商。啊，我是陆一凡，本次的设计师。我知道，陆先生，如果待会儿有时间，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聊一下后期的合作事宜。恐怕不行，我要回家给我老婆做饭呢。啊，想不到陆先生年纪轻轻就结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下次再约。这是我的名片。某人桃花不少呀。我才不需要这样的烂桃花呢，拜拜。如此不识抬举，那你就别逼我放大招了。阁下请出手吧。巴扎，小样儿，我看你怎么赢得了我。实战，哈哈哈，你又输了。我不玩了，每次你都赢我。别，不能耍赖啊！来，过来，一个脑瓜。哇！蓝总，今天要量体的模特呢？他今天急性阑尾炎犯了，我跟他身材差不多，你量我也是一样的。哦，行，我们先量臂长。哦，我大概了解了。辛苦了，陆先生。啊，不喝了，我回去赶紧把验衣做出来。哎，不好意思，那边有卫生间，你要不拿毛巾去擦一下？没事没事。喂，他去卫生间了，我们在东城酒店，你要过来吗？听说我们家的本子和我们媳妇闹离婚呢。
啊，真的？为什么？出轨了呗。耶，啊，那叫一个惨！哎呀，一凡，你给我等着！宝宝，雨薇，我回来了。你这是干嘛呀？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是个女的接的，说是不是出轨了？不，那就是一个合作商。你先把棍子放下，我们慢慢说。不说我就不放。他叫蓝雪儿，是咱们国潮系列的一个合作商。他今天叫我去酒店，是去给模特量体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我发誓，我跟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我天打5连轰。而且乔安也知道，不信你问他。好吧，这次我就勉强信你一次。明天还去见他吗？那你明天去的时候带上我，我到时候去见你这个狐狸精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好，没问题，一切听老婆带着的。这位就是江小姐吧？对呀，我老公今天非要带我过来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我倒是不介意，就是怕江小姐觉得我们聊的内容过于枯燥。那当然不会啊，实不相瞒，我也是国潮设计师之一，对吧，老公？没错，雨薇确实帮我出了不少点子。那我们就正式开始吧。哼，这裙子设计的过于简单了，我想要多点花样。蓝总，您可能对于中华传统文化还不够了解吧？这款裙子呢是马面裙，马面裙以精致的暗纹最为尊贵的。我也知道国外出了很多抄袭的款式，可是这假货就是假货呀，永远抵不过正品，对吧？看不出来你这么会怼人，还以为你会像电视剧里那些柔弱的小白花一样被欺负。哎，只有我欺负他们的份好吧？小样吧他们。是，你最厉害。求婚？对啊，我跟雨薇早就领了证，但你也知道我们是签约结婚，所以我一直想给雨薇补一个求婚。求婚当然去你们俩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了，多有意义啊！第一次见面的地方？大晚上的带我来这儿干嘛？雨薇，其实我，快走！求婚遇上交警，你也太惨了吧！快别笑了，你给我支个招吧。女孩子都喜欢浪漫的地方，要不然你带雨薇姐去西餐厅吧，到时候你给我个暗示，我去给你助攻。这也行啊！哇，这家店是我白天刚刷到的，你晚上怎么就带我来啦？那你一会儿一定好好尝尝。啊，好漂亮！这也太幸福了吧！要我说啊，不如就在家里求得了，又没有人模仿，还遇不上交警打扰。今天不是雨薇姐生日吗？双喜临门了。那今天下午就把雨薇支出去，布置的事交给你了。放心。你再等我一小会儿，我想去买杯奶茶。那你去吧，我在车上等你。爸，江雨薇，跟我回家，跟我回家！我不走，疼啊！这拳！雨薇，叔叔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雨薇，生日快乐！他不会回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偷偷领证的事被他爸妈知道了。你好大的本事啊！竟然背着我们把户口本偷了，去跟个陌生人领证。你当年还带我直接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结婚，你觉得对吗？那能一样吗？陆枫跟我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，我对他是知根知底的。万一那臭小子是坏人呢？他才不是臭小子。陆亦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又不了解。你一旦了解他，你一定会喜欢他的。陆亦凡，光听这名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警告你啊，明天你跟我老老实实跟我去见老陆他儿子，否则
打断你的腿。我才不要！喂，妈。小凡，多久了你都不知道回来看我？是不是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啊？妈，我明儿就回去看你。就是这儿啊，没记错呀。哎，将军，你怎么来了呀？这不是带我女儿过来赔礼道歉吗？上一次她私自逃跑。将军，这话不能这么说呀。现在这年轻人呀，他提倡婚姻自由，这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。这不，前段时间我们家那个逆子也跟一个不认识的女孩领证了。领证了？可不嘛，这孩子大了，管不住。这是雨薇吧？阿姨，送你的。谢谢啊，长得真漂亮。可惜了，还是晚了一步，要不然呀，这可就是我的儿媳妇了。看来咱们真的没缘分做亲家。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怎么在楼下呀？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快，见过你江叔。雨薇，这你们认识啊？妈，这就是你儿媳妇。妈，这就是你口中说的混蛋小子。应了古人说的，不是一家人，不进家门。哎呀，哟，今天这么多人，真热闹！赶紧回家给我换衣服，咱们下馆子去。行，好嘞，快去！本来以为没有机会成为亲家了，看来这老天都在帮我呀！陆枫，看咱们什么时候赶紧把这孩子的婚事给办一办呀？那儿是越快越好了，不然就下个月。好啊，那就下个月。不，妈，我什么都没准备啊，就定下个月。不快，赶紧把你的事儿给办完，爸你们赶紧放下心里面这大事儿。没事儿，不快。来，我们呀为两个孩子的喜事庆祝一下。来，来，雨薇，吃菜。我去个洗手间。我陪你去吧。这孩子可能是胃病又犯了，我去看看。去看看去。雨薇，你不会是最近吃坏什么东西了吧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刚才闻到肉味，特别想吐。闻到肉味想吐？你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怀孕？你是不是已经和一凡那小子那个了？八九不离十。不跟你说话了。雨薇呀，可能是怀孕了。怀孕？不是，怀孕？不是。真的假的？得明天去医院查查才知道。我下午陪你去医院。明天吧，我有点紧张。行，那就明天。明天我们一起去。不，万一你说不是，我让你们失望了。那流感那么严重，明天让李医生来。哦，对，来家里就好。要不然说女儿呀是小棉袄。行，那你们两个明天就自己去啊，多注意点。放心吧。怎么有蛋糕啊？你昨天不是生日吗？安娜在家布置一下午了，你都没能回来。陆亦凡，谢谢你。但比起谢谢你，我更想听其他的。其他的什么？我爱你。你等会儿，你忘了我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。这小兔崽子，等他出来，我一定好好收拾他。我饿了，你给我煮碗面吃吧。渣，奴才这就去做。哇，小长毛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我才没流口水呢，讨厌。我老婆她是怀孕了吗？她这不是怀孕，就是吃多了消化不良，回头吃点健胃消食片就好了。你怎么这副表情啊？就这么想过生儿子？我倒没有什么，但是我怕惹你爸妈失望了。反而我庆幸你没有怀孕，不然你就要挺着大肚子穿婚纱了。
哎，既然说到婚纱了，那要不咱下午试试？下午？那我要去把所有的婚纱都试一遍。好。这就是我们店里所有的婚纱了。你不是要试所有婚纱吗？今天我们就挨个试。我还怕你不成？试就试呗。陆总，真及时啊！给你涨工资啊！谢谢陆总，我先进去了。安娜，你怎么过来了？陆亦凡呢？其实我这次求婚准备了不少方案，但每次都因为各种原因失败。但今天，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，江雨薇？我愿意。我喜欢你的眼睛，你的睫毛，你的冷傲。我喜欢你的酒窝，你的嘴角，你的微笑。我喜欢你，全世界都知道，嘲笑别闹，我会继续，请你准备好。我喜欢你的衬衫，你的手指，你的味道。我想做你的棉袄，你的手套，你的心跳。婚纱呢？江雨薇。你也认识他？店员，这件婚纱我要了。这件婚纱明明是我们先看到的，你这样临时抢是不是不太礼貌？可这件婚纱是我先开口要的，有什么问题？蓝总，你也来挑婚纱呀？我们不要和这种野蛮人讲话。沈重安，你要和蓝总？没错，我跟雪儿马上就要结婚了。怎么，江雨薇，现在想跟我复合呀？迟了。哪来的傻子啊？你还不赶紧去扫码！服务员，我已经付完了，这件婚纱是我们的了吧？是的，陆先生。是你的，谁都抢不走。你个窝囊废，什么都干不好，真不知道我爸看上你哪点。雪儿，不要和这野蛮人计较啊！喝口水，消气儿。喝，你就知道喝！刚才我被他们欺负，你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雪儿，我下车，自己走回去。江雨薇、陆亦凡，你们给我等着！今天是国潮系列售卖的第1天，客流量不太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电话让你们帮忙宣传宣传。就咱们这关系，还客气什么？对吧，雨薇？对啊，你把那个宣传也发给我，我们帮你宣传。等等，我都准备好了，要请你们帮忙宣传宣传，我还要去店里盯着。等会儿请你们吃饭。行，你忙去吧。好，拜拜。你好，来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国潮系列新品马面裙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边也可以过来看一下。你拿这件衣服去那2个发宣传单的人那闹，就按照教你说那些话说就行。等事情办成，我会把钱直接打到你的卡上。如果事情没办成的话，放心哥，是指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的。你们这些不良商家还好意思在这卖衣服，大家可千万别上当了啊！我老婆就是穿了他们家的裙子，严重过敏，现在还在医院昏迷不醒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条裙子啊。这确实是我们家的裙子，可是你说话得讲证据，我们用的都是最好的材料，都是符合市场标准，怎么可能会让人过敏啊？是啊，兄弟，我是这件马面裙的总设计师，从出品到发售都是我层层把关。你们查过敏源了吗？会不会是别的东西导致的？这是我老婆的过敏诊断书，大家不信可以看一看啊。证据都摆在这儿了，他们居然还想耍赖，赶紧赔钱！赔钱！赔钱！
这才是刚刚开始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和我斗是没有好下场的。就是有人栽赃陷害。你先别着急，既然是栽赃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。我已经派人去工厂里调监控了。哎，你们快看，有人在网上发了我们和那个人的争辩视频。没想到网上舆论已经变成这样了，那我们只能先闭店了。贤儿，我给你报仇了。看到那篇报道了吗？我找人做的。蠢货！那件事居然是你找人做的，你知不知道乔安的合作伙伴就是我们公司？雪儿，我不知道啊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现在只能尽快跟他们撇清关系了，必须尽快召开发布会。你现在就去给我找媒体，去呀！哦，我现在就去。非常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发布会现场。那接下来有请蓝总为大家解答一下疑惑。蓝总您好，据悉您和国潮系列是合作关系，那此次过敏的事件是否和您有关呢？我们和国潮系列确实是合作关系，但是并不知道国潮系列是否会为了一己私欲而偷换人面料，欺骗消费者。完了，外面这记者越来越多了。这蓝雪儿竟然在这个时候急着和我们撇清关系，还把舆论的风向引到我们这边，这件事肯定跟他有关系。难道是因为昨天没抢到婚纱才蓄意报复？我对蓝雪儿的了解，这不像她作风啊。如果国潮系列成功的话，无疑对她会有很大帮助的。怎么会做出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事情？知道背后的作俑者是谁？我知道始作俑者是谁了。你怀疑是沈崇安？像他那种锱铢必较的性格，肯定是为了讨好蓝雪儿。可是蓝雪儿做梦都没想到，这个傻子竟然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怪不得在视频里看他脸那么臭呢，原来是被自己未婚夫给背刺了呀。江以为，你过来，我看你眼睛。眼睛咋啦？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居然能看上沈崇安这种人？那不都是少年无知吗？年少无知。别打情骂俏了，赶紧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证明是沈崇安干的？我们现在是出不去了，如果谁能替我们出去探一探虚实，只要知道那个受害者不是因为我们的衣服而过敏的，那不就迎刃而解了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谁能帮助我们。敢欺负我儿媳妇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老韩，你看那两个人怎么跟照片上长得一模一样啊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是他们两个啊！哎，陆枫，你在这盯住了啊！有什么情况，你赶紧上来帮我啊！小豹，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我说你跟着哥，保证你吃香的喝辣。现在相信了吧？周哥，你可真厉害！我就是在这装病，一天就能挣500块钱呢。你记住啊，一会儿记者来的时候，可千万别露馅。国潮那边人要不给咱几百万，这事儿就别想解决。放心吧，哥，我保证不会乱说的。手机。喂，爸，证据找到了吗？别急，我现在就给你发视频。啊，陆一凡，你醒醒！乔安，你也醒醒！快看！啊，他们这是想让我们拿钱息事宁人呢，简直就是做梦。可是视频里也没有提到沈崇安呀。是原来上次那个沈大叔是假的，真是。现在我们已经掌握足够的证据了，是时候反击了。徐总，过敏事件已经发酵了将近24小时，你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去医院看望受害者？这就是你们公司的作风吗？大家稍安勿躁一下，这24小时我们一直在搜集证据，这些证据可以足够证明我们是被诬陷的。证据在这儿。除了视频为证，医院出具的过敏诊断书也是假的。公道自在人心，希望大家不要被有心人利用。蓝总，国潮那边发布了声明，拿到了证据，我们的公司股票大跌，外面人在我们的墙上泼油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让人事把沈崇安开除，他既然自己做出这种烂事，就应该学会自己擦屁股。爸，我要跟沈崇安解除婚约。沈先生，是您叫人伪造诊断书污蔑国潮的吗？你们是在干什么？沈先生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国潮陆摄影师的妻子有个旧情，您是因为出于个人情感因素，所以才选择打击报复的吗？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起开！爸妈也太厉害了吧！那也不看看是谁爸妈。哎，
老公，我有个快递还没拿呢。行，我去给你拿，你先上去吧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葬送了我的前途，你说我想要干什么？羽凡不会放过你的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我现在被公司开除了，蓝璇也把我给甩了，现在全行业没有一个人敢要我，我都活不起了，你觉得我还怕什么？雨薇，我把快递拿回来了，刚刚怎么不开灯啊？雨薇。正想给你打电话呢，你倒是先给我打了。史川，你把雨薇怎么样了？他现在很好，不过一会儿怎么样，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给我准备500万，1个小时后见。走，看看他会不会用500万来买你的命。乔安，雨薇被沈崇安绑架了，要500万，但我现在没那么多钱，你能不能借我200万？好，沈崇安，钱我已经拿到了，你赶紧把他放开。既然我已经拿到钱了，那你们也就毫无作用。陆亦凡，你胆子也太大了吧！不报警敢一个人冲上去？这不是救妻心切吗？再说我不是好好出院了，过敏事情怎么样了？咱们门店也重新开业了吗？忙碌了几天，彻底解决完了。不过说起来，应该谢谢沈崇安。有人因为这次事件特意去查了我们的制作流程和面料供货产地，发现我们都用的最好，现在着实火了一把，门店都供不应求。那你不得好好请我们吃顿饭啊？没问题。雪儿，我求你了，雪儿，你只要肯在媒体面前为我说一句话，他们就会放过了雪儿。你滚开！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瓜葛，不仅不会帮你，我还会起诉你侵害公司名誉。剩下的话，你到法院上说吧。雪儿，雪儿，那我知道了，我先挂了。沈崇安，看我笑话是吗？我过来只是想把话说清楚了。上次的事我不打算跟你追究了，但是不代表我爸妈还有我的未婚夫会放过你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你都不会再有自由了。你等等，想不想知道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当年你去我家，我爸妈不是因为你穷才看不上你，他们觉得你能力不足，但是野心又太大了。他们觉得我跟着你只有吃不尽的苦，所以当年他们才会阻止。佳琪，没事吧你们？我刚下飞机就听到你们被火困的消息了。我没事。不过你小子怎么前段时间突然走了？外面世界那么大，我想去看看不行吗？不过这次回来，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。看，这地方怎么样？哇，这店这么大呀，好宽敞呀！这个啊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礼物。你们之前一直窝在那个小地方办公啊，总不合适啊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是没有那么多钱啊，所以我只租了1个月，剩下的就靠你们自己了。你这人，听到没有，陆亦凡，好好挣钱。遵命。真是没想到，我们家雨薇居然也到了嫁人的年纪。哎呀，大喜之日，哭什么哭呢？外面还有一堆宾客呢。走。哎呦，这亲家，你怎么还哭上了呢？这雨薇啊，嫁到我们家就等于多了一对父母，我们陆家一定把她当宝贝养着宠着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，我叫安娜，我是雨薇的同事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
航天雨薇提起你们啊。哦，对了，他在那边。那我先去看看雨薇。快去快去！叔叔阿姨好，阿姨好久不见。乔安也来了。哎，叔叔呢？啊，他在外面招呼客人呢。妈，看到我哥了吗？别动，上车。你是之前商场讹我们的人？对，没错，就是我。我哥刚才说把订婚戒指落家了，自己不去取了，结果现在还没回来呢。哎呀，这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可怎么好？你赶紧给你哥打电话呀！我打了，打不通啊！你们害老子钱没讹到，还被人网暴，让人骂得像过街老鼠一样。快把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！那什么，拿出来！除了这个，商家我都可以给你。少废话，快给我拿出来！这是我结婚戒指，我今天结婚。这一看就不骗你那么有钱，再买一个就是。还有什么？通通拿出来！还打不通吗？不过你们放心，我相信他的，他一定会按时赶到的。这是我车钥匙，你要拿就拿走吧，能不能放了我？哎，哥，我错了，就这样还搞我？哼！江小姐，宾客都到齐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你等等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去热热场子，我一会儿就来。我现在可没空收拾你啊！快点切啊，哥！你可别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呀！雨薇，这吉时马上就到了，你怎么还杵在这儿啊？哎，这孩子到底去哪儿了呢？是呀，我从刚才一直在打电话，可就是联系不上啊。陆总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啊？走吧。这新郎还没来呢，他来不来的，这婚我都得办。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啊，来了就行。雨薇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干杯！那天啊，真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去，刚把你嫂子哄好，别给我提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？我早就不生你气了。你怎么了，雨薇？我最近就是突然特别想吐。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不会吧？我大姨妈这个月确实还没来。那就是了呀。哎，雨薇，怎么又吃这垃圾食品啊？哎，乖，对你不好，妈妈去给你煲排骨汤啊，等着。妈，我这次还是消化不良呀。不，这次是真的，恭喜你们要当爸妈了。真的吗，李医生？我老婆真的怀孕了。对，而且从脉象看是2个。你怎么摸出来的？你要是不信啊，可以带你老婆去医院查 B 超。以后啊，终于不用担心给你开方子的事了。年轻人就是身体好。双胞胎，太好了！妈，我下楼去取个快递去啊。妈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东西又不沉，走了。一凡说约了李医生，一会儿来给你诊脉呢。江雨薇，哎，雨薇，好像要生了，怎么办？打120吗？打什么120？羊水都破了，赶紧的报。哎，我啊！我一个人受罪，跟我疼啊！